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公司游戏项目上线次日，空降高管就把我裁了。公司要求周六自愿无偿加班，但你一次都没来，不利于团结。拿高薪还不愿意把公司当家，咱不养吃白饭的。我双手插兜，毫不在乎，转头就走。1周后，公司游戏崩溃，直接闹上热搜，技术部焦头烂额，没人能修复那堆我的专属代码。当返聘电话打来时，我一边和自己新公司合伙人打球，一边漫不经心。返聘，我就一吃白饭的，既不讲团结，也不讲奉献。工作上的事问主管啊，他不是最讨厌拿高薪不做事吗？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负责人滚出来，把不处理好，我一把火把你们公司烧了，必须弥补损失。你们的破游戏让多少人赔得倾家荡产？老子话放在这里，耶稣来了也救不了你们。巨浪公司如果不堵上游戏漏洞，今天要死人。巨浪公司总部发布会现场，几百号暴躁用户代表和股民把我团团围住，各种各样的国骂如同雪花一样劈天盖地袭来，有威胁的，有咒骂的，还有扬言要杀我全家的。我是巨浪公司被裁后又被返聘的技术工程师。之前我主开发的一款游戏刚一上线，公司空降来的高管就以我周末不加班为由开除了我。我也不在乎那3瓜俩枣的赔偿，插兜就走。这后台代码啥样我不清楚吗？让我走，他们一定会后悔。果然，刚被开除没多久，游戏就出现巨大漏洞，造成大量玩家投诉，事儿直接闹上了热搜。公司高管无奈只能打电话哀求我回来修补游戏漏洞，给我许了巨大承诺，我这才答应回来。可刚回来，我就直接被打包送到几百名愤怒的用户面前。当用户代表们知道我是主创人员后，恨不得把我撕了。好不容易被保安保护着坐到台上，我刚刚拿起话筒，正准备开始，一个记者模样的人靠近我面前，趁我不注意打开一个桶，对着我的头顶，一桶臭气熏天的脏水就泼了下来。就是这个混蛋，害得大家倾家荡产，今天不要放过他。在那个记者的带领之下，下面的那些用户怒火瞬间被煽动了起来，紧接着烂菜叶、臭鸡蛋，还有各种各样的垃圾，就像是下雨一样落到了台上。我身边的那些保安自身难保，全部落荒而逃，只剩下我一个人站在台上，承受着下面100多号人的滔天怒火。眼看情况马上就要失控，我就要被下面的这些人撕碎的时候，我对着话筒来，提高声音说了一句：如果我告诉你们，你们所有的损失，我几秒钟就可以弥补，你们还会如此失态吗？一句话直接让现场安静了下来，所有的用户都呆呆地盯着我，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他们都是遭受巨大损失的人，当听到说他们的损失可以弥补的时候，他们甚至以为自己是在做梦。而就在所有人都停止动作的时候，刚才那几个带头挑事的人又一次挑动着大家的情绪。不要听他胡说八道，我们损失了那么多，他怎么可能弥补？在那几个人的挑动之下，本来已经安静下来的人又开始蠢蠢欲动起来，他们愤怒地咆哮着，机遇要冲上来把我打死。眼看他们越来越怒，几乎要冲上台来，我不紧不慢敲击着键盘，身后连接的大屏幕上跳出来的画面让所有愤怒的用户怒火瞬间烟消云散。因为这些用户就是被卡在了某个环节，这边我将漏洞一堵住，
他们之前在游戏里面损失的一切全部又恢复了，不仅能够恢复损失，而且游戏官方还会给他们进行全方位的赔偿，相当于他们在游戏里面还赚了翻倍的奖励。这个赔偿是我代表公司给他们发出来的，也算是对所有用户的一种补偿。当看到一切恢复如初之后，那些愤怒的用户不但全都退了下去，甚至开始对我大肆夸赞，一个劲地感谢我。但我现在的关注点却集中在了刚才带头挑事的那几个人的身上。老实告诉我吧，到底是谁派你们来的？眼看带头的那个记者刚要逃走，我伸手一把将他抓住，而如果没有猜错，这个所谓的记者就是有人故意请来针对我的。记者眼见被我抓住，还试图想抵赖，可是下面的那些用户哪有那么好糊弄？如果没有这个家伙带头，我们肯定不会闹事。就是这个家伙在故意搞事情，千万不要放过他。他这样做肯定是有人故意安排的。今天我们差点冤枉了好人，绝对不能让这个家伙逃走。实在不行，直接把他送到派出所去吧。那个记者听到说有人要把他送到派出所，整个人当场就傻眼了，扑通一声就跪在了我的面前，赶紧向我磕头认罪。是郝琪让我这样做的，他给我一笔钱，让我带头闹事，好彻底的把你名声搞臭。果然是他，郝琪，巨浪公司空降的高管，如今在公司任研发部总监。自他来公司之后，就处处针对我，甚至在游戏刚上线就玩起开局斩主将的戏码，随便找个理由把我开除了。他在公司之所以这么嚣张，最大原因是总裁赵建豪是他舅舅。说白了，这个所谓的研发部总监只不过是个小心眼走后门的富二代，自己没能力靠关系进来，又嫉妒别人的成果。这不，就连公司如此重要的发布会，他也要派人搞我。他不仁我不义，看样子我也无需再忍。郝琪想方设法要害死我。作为公司的总裁，你难道没有什么想表示的吗？总裁办公室，赵建豪平静地看着我。很显然，发布会上发生的事情，赵建豪已经清楚了，但他还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很显然，这件事情对赵建豪来说没有任何的影响。公司员工之间产生一些误会，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你就没有必要如此斤斤计较了。赵建豪包庇郝琪，我见怪不怪，懒得跟他计较。你之前答应过我，只要我回来把游戏漏洞堵住，用户纠纷解决掉，就让我接手和 GT 公司合作开发的游戏项目。请问这句话现在还算数吗？赵建豪哈哈大笑了起来，一边笑一边用看白痴的眼神看着我，戏谑反问道：我什么时候给你做出承诺过？你不会在开玩笑吧？我们公司这么大的一个项目，怎么可能交给你一个外人来主持？我果然没有猜错，赵建豪还是那样的一副嘴脸，不但翻脸不认人，而且还否认了自己之前做出来的所有承诺。你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技术员而已，这个纠纷本来就是你自己应该解决的问题，你有什么资格拿这个事情来跟我谈条件？赵建豪竟然大言不惭地将责任都推到我身上，一个人厚颜无耻到这种地步，真是世上少见啊！我现在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我不但不会把项目让你来做，而且还要警告你，以后在公司里面老老实实的，如果再搞出什么麻烦，公司一定会起诉你。这哪里是警告，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威胁呀！赵总，他已经搞出麻烦了。赵建豪威胁的话音刚落，一个满脸阴笑的家伙走了进来，
他就是在发布会上指使别人袭击我。之前从公司把我开除的空降高管，总裁赵建豪的好外甥郝琦，只见他拿着一个报表，啪的一声拍在我面前，气势汹汹地逼问：耿波，谁给你这么大的权利，用公司的资金去补偿用户？你知不知道这样做公司一下损失几十万，这笔亏损谁来补偿？好家伙，鸡蛋里面挑骨头啊！傻子都知道，如果我不这样公关，那些遭到损失的客户必然不会善罢甘休，不但无法解决纠纷，甚至会把事态扩大，利用公司资金补偿用户，不但帮公司挽留了大部分用户量，还能帮公司赢得一波口碑。这种事不但没给我记功，反而还借机找茬。郝琦，你到底想干嘛？我冷着脸质问他。赵建豪却打断了我的质问，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新锐顶级游戏 GT 公司有意向和我们合作，一起开发3游戏《暗黑封神榜》。岔开话题，说起和 GT 公司合作的事情，《暗黑封神榜》那可是万众期待的游戏啊！自从7年前发布预告以来，许多玩家翘首以盼，等待着这个游戏隆重推出的那天。GT 公司是为了在新游戏推出之前做最后一次修补，信得过我们公司的技术，才会把这么重要的项目给我们公司。耿波，你研究《暗黑封神榜》已经很多年了，你来说说看法。真搞笑，说了不让我参与，还要从我这要意见，厚颜无耻。但处于对游戏的热爱，我还是耐着性子回答：暗黑封神榜已经很成熟了，我们只需要做一些细节修补，就可以交付项目，等着游戏推出，便可皆大欢喜。见我说得如此轻描淡写，赵建豪像是松了口气，突然话锋一转，指着坐在那边的郝琦，我宣布，由研发部主管郝琦全权负责与 GT 公司的合作，开发和修补《暗黑封神榜》游戏，一切有关事宜，他人无权过问。虽然知道赵建豪有可能不认之前的承诺，但听到他当众宣布让郝琦负责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恼火。即将在爆发的时候，我硬生生忍了下来，冷笑一声，淡然开口：赵总，你什么意思？这样安排不合理吧？面对我的质问，赵建豪好像早有准备，他一脸冷漠看着我，声音极其冰冷：耿波，别太把自己当回事。说完，赵建豪没过多解释，直接挥手示意我们离开他的办公室。众人出去之后，得意忘形的郝琦在我面前炫耀了起来，想不通是不是？你是顶级技术员，又能怎么样？这样合作的机会照样落不到你手里。我明确告诉你吧，总裁故意这样做的，就是要借此机会教训你一把。现在我们和 GT 公司合作，重心已经放在新游戏上面，你可有可无。如果觉得不公平，那就卷铺盖滚蛋吧。呵呵，这家伙可算说了一句实话。公司接到了 GT 公司的合作项目，确定了新的重心，等于对之前开发的游戏看得不再重要。他们以为只要重心改变，我就没有资格威胁到他们，随时可以把我踢出去，而正好可以借此机会打压我，以报之前让我回来，我没乖乖回来的仇。郝琦更是步步紧逼，现在你只有一个选择，赶紧把修复代码交出来，否则你将会得不偿失。面对郝琦的威胁，我不紧不慢，反问道：如果我不想交出来，你能拿我怎么样？郝琦一挥手，他屁股后面的几个马仔直接将我的东西丢出了办公室，甚至我自己带来的私人电脑都被他们砸了一个稀巴烂，还在我面前叫嚣，这就是不配合的后果。看着面目全非的电脑，我冷笑说：很快
你们会为此付出代价。郝琪一把将我推出办公室，两只手对我指指点点，嘴里的唾沫都快要喷到我脸上了，还跟我装逼呢。你就算不交出代码，我们也无所谓了，大不了放弃那个游戏。但是你如果不想滚蛋，就去跟扫地大妈混吧。他们以为面对这样的羞辱，我会愤然辞职离开，但是他们想错了。下一秒，我还真的穿上了清洁工的服装，跟着扫地大妈。不是想让我看好戏吗？既然如此，那我耿波就奉陪到底，看看这场好戏。他还真以为公司缺了他耿波就无法转动了是吗？总裁办公室里，赵建豪一边翻看着文件，一边轻描淡写地说道：这次请他回来，我虽然口头答应让他负责和 GT 公司的合作项目，但当时是考虑这个项目有难度才答应他的。现在项目既然很简单，凭什么让他占便宜？好家伙，原来是让我回来顶雷。当初以为项目很困难，所以想让我顶上。可当他们发现项目没有那么困难的时候，他们选择抛弃我，这也是他们的一贯作风。站在总裁面前的正是郝琪，和总裁谈起我，郝琪那家伙就咬牙切齿，恨不得把我一口吞下去。二叔让他去扫地，太便宜他了，得想个办法，好好整整他。这家伙用心果然歹毒啊，都把我搞成一个清洁工了，他还不死心，这是要诚心把我置于死地吗？赵建豪毫不在意地摆了摆手，可以敲打敲打他，挫挫他的锐气。年轻人太嚣张，毕竟不是什么好事。就在二人商量这怎么整我的时候，赵建豪的电话响起，看到来电显示，他赶紧毕恭毕敬地按下接听键，站起来说：你好，田总，请问有何指示？电话那头正是 GT 公司的老总田丰，只听对方开口示意道：明天我将亲自前往贵公司视察项目进展，田总放心吧，一切都会安排得妥妥当当，保证会给出一个非常满意的结果。赵建豪如同一条摇尾乞怜的狗，在 GT 老总面前可以说是极尽的奉承。田丰继续说：如果不满意，我不但会停止资金支持，还会让你们进行赔偿。赵建豪直接吓出了一身冷汗，赶紧拍着胸脯保证，绝对不会出现什么问题。挂断电话，赵建豪让郝琪赶紧召集公司骨干，连夜加班加点，对 GT 公司给的游戏项目进行后期修补和完善，争取在甲方到来之前交出满意答卷。郝琪临走不忘问赵建豪：耿波那家伙怎么办？是不是现在就把他扫地出门？都什么时候了，他还不忘对我赶尽杀绝？赵建豪却无奈摇头，先留他几天，看看情况再说。此刻躲在窗帘后面的我，一边擦着玻璃，一边冷笑：好戏马上就登场了，这两头蠢猪就等着受虐吧。这是你们工作里面的所有漏洞，既然我已经挑出来了，你们赶紧抓紧时间把漏洞补上吧。第二天，郝琪和赵建豪都傻眼了，他们万万没想到 GT 公司田丰一来就给他们一个下马威，不但推翻了他们辛苦准备的方案，还从中跳出一大堆毛病，否定了一切努力。会晤完毕，田丰等人离开后，财务急匆匆跑了过来：总裁不好了， GT 公司那边已经说了，如果不把漏洞补好，他们就停止注资。这句话如同是晴天霹雳，对于赵建豪而言，这是一个致命的噩耗，因为 GT 公司给他们提供的研发资金几乎是每天打一笔过来，相当于有了这个资金的续命，公司才能够正常运转。现在甲方停止打款，就等于是拔了他们的气管。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整个公司连1周都坚持不了。听到说甲方要撤资之后，郝琦还大言不惭，有什么大不了的？不打款我们就停止研发，看他这游戏能不能正常上线。赵建豪气得一个耳光打在郝琦脸上，阴沉着脸呵斥道：放屁！如果停止研发，我们会赔到倾家荡产。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赶紧集合全部力量，把游戏修补好，达到甲方要求。而在这种情况下，赵建豪又一次想起了我，让郝琦亲自跑来求我出手，帮公司渡过难关。我却只笑笑，我一个清洁工，关我屁事。好，你给我等着，别以为我们没了你不行。看到我油盐不进的样子，郝琦也是无可奈何，只能咬咬牙关，安排下面的人赶紧工作。下面的人迅速行动了起来，在郝琦的带领之下，加班加点，按照甲方的要求去弥补漏洞。可是不管他们如何努力，几天测试矫正下来，游戏里面的漏洞越来越多。在甲方各种挑刺之下，他们的所有努力全都宣告失败。1个星期过去之后，整个公司的人全都被甲方折磨得失了智一样，一个个红着双眼，满脸的皱纹，胡子拉碴的样子。那些女的甚至连妆都懒得化了，他们只能想方设法堵上这个漏洞。可是在甲方不断挑刺之下，不管他们如何修复弥补，一切都是功亏一篑。停止打款10天之后，忍无可忍的赵建豪终于彻底爆发了。他撞开了休息室的门，看到我躺在椅子上摆烂，像是一头发怒的狮子冲了进来，一把扯住我的衣领，当场咆哮着质问了起来：耿波，这个时候还在冷眼旁观？难道你真想眼睁睁看着公司倒闭吗？我冷笑拍开他，拿出了一份劳动仲裁书，摊在他的面前。你公司真的要倒闭了，得先把工资给我付了吧，要不我到时去哪里找你？赵建豪紧紧抓住我的手，像是做了什么艰难决定一样，说：要我怎么做你才能出手？我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让郝琦给我当面道歉。心里面虽然有10000个不愿意，郝琦还是只能咬着牙关承受这一切。在赵建豪逼迫下，郝琦陪着一张笑脸，低声下气来到我的面前：耿波兄弟，请你放下之前的所有误会，帮公司修补好游戏。如果拿下这个项目，你想怎么都可以。看郝琦的这个态度，好像并没有什么真心道歉的意思，甚至还要辩解之前都是误会，让我自己咽下之前受的苦。既然这样，那就不要怪我不留情面了。我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你们放心吧，游戏项目是我们2个公司合作的项目，为了这个项目能够成功，我会放下私人恩怨的。我如此一说之后，赵建豪才松了一口气，还答应我，如果通过甲方考核，直接任命我为新总监，代替郝琦回到岗位。一番操作后，我顺利将游戏基本漏洞补上。在与甲方会晤之后，看完成品，甲方非常满意，不仅全额补上了款项，还承诺以后有机会加大合作。合作成功，皆大欢喜的时候，我去找赵建豪兑现承诺。不出意外，他又一次反悔了。你被解聘了。我正准备开口，赵建豪率先说话，嚣张到极点。郝琦也是随后到来，洋洋得意道：还想替代我的位置？对不起，你不够资格。看着2人你来我往，在我面前如此表演，我也是冷笑一声，质问了一句：你们这样做早就商量好的。2人交换一个眼神，此刻他们也没有什么隐瞒的必要。郝琦直接说：请你回来就是为了帮公司渡过难关，你做到了，
就该退出了，很合理对吧？卸磨杀驴，被他说得如此理所当然，而赵建豪更是可笑。法律仲裁也没用，我现在已经不需要你了，赔多少钱无所谓，就是要把你扫地出门。他说着，拿起我的法律仲裁书，拍到我的脸上。显然那个仲裁书激怒了他，成为导火索，借此机会再次赶走我。巨浪公司不允许你这样的牛逼人物存在，有多远滚多远。赵建豪彻底暴露出丑恶嘴脸，他甚至连装都懒得装一下，还阴阳怪气道：拿着公司给你的赔款，好好找个工作，别仗着自己技术牛逼，到处装逼。赵建豪话没有说完，郝琪在旁边大笑起来，看他笑得这样的阴险，我就知道没有什么好事。果不其然，只听郝琪说：舅舅，他出去可能找不到工作了。原来为了打压我，郝琪在游戏圈对我进行大肆抹黑，相当于彻底将我封杀了。也就是说，就算我从巨浪出去，也不会再有游戏公司敢用我了。小子，毫不夸张地说，游戏这碗饭你是别想吃了。如果你跪下给我求情，我考虑让你留在公司，施舍一点残羹剩饭。好好想想吧，是要保命还是要脸？要尼玛！我直接一拳砸在郝琪脸上，那家伙被我一拳砸翻在地，眼镜摔碎了，挣扎了半天没有爬起来。我眉毛一挑，居高临下的说道：什么样的货色，还敢用这种手段威胁我？怕你我就不是耿波，游戏界天才你以为白叫的？转身，我拿着之前没能争取到的全额赔款，走出巨浪公司大门。一辆崭新的迈巴赫就等在门口，在巨浪公司所有人羡慕嫉妒恨的注视之下，GT 公司总裁田丰亲自打开车门，毕恭毕敬迎了我上去。赵建豪傻眼了，质问田丰怎么对他们赶出去的弃子这么好。只见田丰面孔一冷，厉声道：请你说话放尊重点，耿波不是弃子，他是 GT 公司的高级合伙人。此话一出，赵建豪和郝琪当场就傻眼了。那郝琪还有点不敢相信，试探着对田丰说：田总，你不要跟我开玩笑，耿波他怎么可能？呵呵。田丰像看白痴一样看着郝琪，反问了郝琪一句：怎么不可能？我问你，你知道我们公司为什么叫 GT 公司吗？因为这是创始人名字的开头缩写。如此解释，二人豁然开朗。我名叫耿波，我代表 G， 田丰则是代表 T。从公司名称的叫法上，我的位置甚至比田丰更重要。事实摆在面前，板上钉钉。见赵建豪和郝琪都傻眼了，田丰直接拆台：你们两个白痴，狗眼不识泰山。我们公司耿总亲自参与游戏开发，本想给你们一个机会，可是你们怎么做的？在田丰的质问下，那二人简直就是羞愧难当啊！甲方公司的老总亲自来公司参与游戏开发，这是多大的面子！他们不但没抓住机会好好合作，反而在工作中处处刁难和打压，不但极尽刻薄之能事，更是2次羞辱性的把这老总开除了。事已至此，赵建豪吓得赶紧承认错误：对不起耿总，我们错了，能不能再给我们一次机会，让我们弥补？现在知道错了，已经太晚了。我不屑一顾，对这个反复无常的老登早就失去了耐心，也是当场摊牌。实话告诉你们吧，我进入你们公司只是为了测试我们游戏的安全性而已，同时想带你们公司一把，趁着游戏上线将你们带着打开市场，走上巅峰。我是 GT 创始人，为了新游戏能顺利发行上线，在上线之前需要经过多轮修补测试，
而巨浪公司作为老牌游戏公司，进入他们公司做游戏，不但能保证游戏后期制作质量，还能顺便帮他们打开新市场，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可惜这么好的机会被这两个目光短浅又善妒的家伙白白浪费了。既然已经说明白了，那我们还能再继续合作吗？郝琪赶紧试探着问。我不给他任何靠近的机会，断然回拒，直接一句不可能怼了回去。田丰的态度也很强硬，警告你们别在游戏上动手脚。虽然后期已经制作完成，马上游戏就要上线，但是游戏核心机密已经被巨浪公司掌握，如果他们要动手脚，那可真是防不胜防。郝琪陪着笑脸，像条哈巴狗一样和我商讨，看在我们共事一场的份上，耿总可不可以不计前嫌？游戏上线了，分点汤汁给我们喝喝。可以呀，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并指着自己胯下，笑着说：只要你从这下面钻过去，一切都好说。郝琪被我激得怒火冲天，耿波，给脸不要脸是吧？信不信老子跟你死磕到底？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不彻底激怒他，怎么能让他铤而走险？如何把他送进去？很不幸的是，贵公司当初并没有跟我们签保密协议，也就是说，即将上线的游戏《暗黑封神榜》的核心机密，我公司随时可以左右。郝琪像突然发现了什么，眼睛顿时亮起来，见事情已成定局，竟厚颜无耻要挟了起来。田丰当即怒了：你敢对我公司游戏动手，我和你玩命！就像是把柄被人抓住了一样。此刻的田丰比热锅上的蚂蚁还要着急，可面对田丰的怒吼，郝琪变得更加的厚颜无耻。田总，不要生气，你现在还可以补救。看着郝琪不怀好意的笑容，田丰虽然知道那家伙没憋什么好屁，但还是深呼吸说道：说吧，你们想干嘛？郝琪和赵建豪交换了一个眼神，得到赵建豪的暗示之后，郝琪胆子更大了。你们公司的核心机密全部掌握在我手里，一旦我把机密公布出去，暗黑封神榜游戏将彻底失败，你们公司的努力也付诸东流。好想法，但是你敢吗？面对他的威胁，我却冷笑一声，不屑一顾。这家伙骨子里坏透了，妄想敲诈一笔，但他遇到的却是我不会退缩，就凭你没有资格碰瓷我，劝你见好就收吧。郝琪一副阴险的嘴脸，就像自己已经胜利了。赵建豪则一言不发，但当我的目光看向他的时候，他似是下定了什么决心，摊手对我说：耿总，我们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现在你如果还想继续发布游戏，要么就带上我们，要么遇到其他问题，一切与我们无关。很显然，赵建豪是准备要和郝琪一条路走到黑。看到二人都如此坚定，我无所谓，轻描淡写的摆摆手，哈哈大笑起来。随便你，想要这样碰瓷我，做梦去吧。关上车门，叫司机启动车子，扬长而去。离开前，还对那二人说道：30号，暗黑封神榜准时上线，欢迎二位的碰瓷。车子离开，背后的那两双眼睛像是饿狼一般阴险，他们的行动也是来得很迅速。几分钟之后，暗黑封神榜的破解版本就在网上流传开来。游戏还没上线，所有机密全部被公开了。因为没有签保密协议， GT 公司根本无法向泄密者追责。看到全网曝光的机密，合伙人田丰更是绝望地问我该怎么办，是不是要取消30号的游戏上线发布会？我却淡然说，游戏正常上线，一切由我。30号的发布会当天，现场可以说是人山人海，
跟之前解决纠纷的那场相比，人数多了差不多10倍不止。不仅有游戏圈的记者，甚至还有其他圈子的记者都来参加了这场发布会。因为游戏机密早就已经被泄露，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轰动效应。很多来参加发布会的人，其实就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情。而为了人身安全，田丰甚至主动要求这场发布会让他来主持。我不要去参加了，我知道他是为了保护我，但是我有足够的信心，决定亲自出面解决这一切。当我走到台上的时候，从台下的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了郝琦和赵建豪，他们2人洋洋得意地坐在人群中，像是刻意来看我的笑话，甚至眼神里面充满着挑衅。发布会刚刚开始，有几个记者就提出了尖锐的问题：请问你们的游戏已经曝光，现在没有再次上线的必要，为何还要举办这次发布会？有人说你们的游戏抄袭了巨浪公司的游戏，如果你们继续把游戏上线，即将面临着巨浪公司的起诉。请问还要继续吗？请你如实回答。你在巨浪公司潜伏这么长时间，是不是在盗取他们的核心机密？所有的记者都一边倒拉偏架，把话题引向了巨浪公司，搞得好像巨浪公司才是受害者，甚至不给我任何辩解的机会，就先入为主的给我安上了罪名。在媒体记者穷追猛打之下，我淡定地笑了笑，平静地回答了一句：这只是一种炒作而已，你们所有人都被巨浪公司欺骗了，真正的恶人是他们。我在台上直接把人群中的郝琦和赵建豪指了出来。面对我的指责，他们交换一个眼神之后，郝琦站了起来：你这个小偷，竟敢恶人先告状，信不信我马上起诉你？说完之后，他拿出了一系列的证据，试图证明我潜伏在他们公司里面，盗取他们公司的核心机密。当郝琦把这些所谓的证据拿出来之后，我迅速变成了所有人围攻的目标。很多人扬言要让巨浪公司起诉我，直接把我送进监狱，而有的人甚至自告奋勇站出来主持公道。沸腾的民意眼看就要把我淹没，我示意大家安静，淡然拿出了一支录音笔。等你们听完这里面的内容之后，一切就真相大白了。整个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现场的音响里面响起了我录音笔里面的内容，所有的内容全部是我和郝琦和赵建豪对话的内容。之前郝琦和赵建豪在公司里面如何打压我，如何叫嚣开除我，又是如何亲口要用游戏的核心机密来威胁我。而这所有的内容全部是我隐藏在身上的录音器记录下来的。当录音器里面所有的内容公布之后，全部真相大白。此时的郝琦和赵建豪如同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形势瞬间反转，他们恨不得找一个地缝钻进去，但此刻也是无路可逃。原来巨浪公司是忘恩负义的一群混蛋，这种公司还有什么留下来的必要？在录音器里面的内容公布之后，线上线下无数的人对相关部门发起了举报。在收到举报之后，巨浪公司当天就被查封，而公司的负责人赵建豪此刻才真正回过神来，他知道自己是被亲外甥坑了，在现场就要跟亲外甥拼命。当赵建豪大叫着向郝琦冲过去的时候，丧心病狂的郝琦直接当场就把赵建豪推倒在了地上。赵建豪后脑勺着地，摔倒在地上之后，当场就失去意识，晕厥过去。救护车把赵建豪拉走，警察也很快来到了现场，给郝琦戴上了手铐。在被警察带走之前，
郝琪还在我面前叫嚣着：耿波，就算我被带走了又怎么样？你所有的成果都被毁了，你们 GT 公司的游戏还没有上线，就变成了一堆废物，你能得到什么？是吗？我朗声大笑说道：这一次可能要让你失望了。说完之后，我直接按下了按钮。我们公司研发的游戏正式全球上线。作为一个研发游戏的天才，我早就猜到会有如此一劫。其实已经在游戏里面安装了自动更新程序，一旦游戏的机密被公布出去，整个游戏就进入自动更新程序。说白了，其实我们发布出来的游戏是另外一款全新的游戏，而之前被郝琪曝光出去的游戏只不过是我们公司设计的前导款，相当于是宣传版本。当看到我发出来的是全新内容，跟之前曝光的游戏没有任何关联的时候，郝琪当场傻眼了。他用一种惊恐的眼神看着我，好像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事实。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这不是真的。可我还是微笑着看着他。我觉得我应该感谢你，因为有了你的曝光，才给我们公司的游戏造成这么大的宣传效果。如果我们公司的游戏成功了，你也是最大的功臣。你……郝琪被我气得吐出一口鲜血，当场晕死了过去。游戏发售第一天，全球同时在线人数超出100万。游戏发售第3天，营收超过15亿。游戏发售1周，热度依旧不减。在登顶全球榜单的同时，引爆整个游戏市场，赢得赞誉一片。在我大获成功的同时，赵建豪的巨浪公司也是彻底倒闭。赵建豪因为在发布会上被郝琪推倒，摔成了半植物人，一直没有醒来。在此影响下，巨浪公司不得已破产清算。郝琪因为过失导致人受伤，一审被判5年，再加上出卖公司机密、不正当竞争等罪名。GT 公司已经安排法务部门联系顶级律师追究到底，数罪相加，没个10年他是出不来了。那天庆功宴上，合作伙伴田丰向我敬酒，问了我一句：都说很多成功人士是踩在同行肩膀上踏上巅峰的，你呢？踩在哪？我哈哈一笑，干了一杯香槟，回答几个字：大概是踩在天灵盖上吧。二人相视，一切尽在不言中。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